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哥。今天搞了一包澳洲和牛的牛腱子肉，这么一大包，整整6斤，花了我420块钱，换算了一下，差不多70块钱左右一斤。大家整天叫我卤和牛，卤和牛，今天给大家安排上了。而且牛腱子这个部位啊，特别适合用来卤牛肉。那今天为了有所对比，还特地从菜场买了一块黄牛牛腱子，价格是在45块钱一斤。这么一小块肉就花了我将近60块钱。在买这个黄牛肉的时候呢，我盘了一下两者的价格，一个冰鲜的黄牛肉45块钱一斤，而一个大家一直都说好的澳洲进口牛肉只要70块钱一斤，两者的价格竟然差距不大，真的令我非常意外。那顺便也对比一下国产的和进口的牛腱子肉，到底哪一个更好吃？首先，先从外形上给大家对比一下啊。下面这一条是澳洲和牛的，上面这一条是黄牛肉的。看这个个头呢，都是牛腱心，和牛的会比咱们国产黄牛的大一点。但是怎么说呢？大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最好的，我们还是要从它的味道和口感来评判。那我们切开来看一下它们的内部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区别。先切这个澳洲的。因为牛腱心大家都知道嘛，它的里面的筋会比较多一点，可以看到它这个筋的分布很均匀的，就像我们在饭店吃到的那种卤牛腱心一样，花纹特别好看。那咱们再切一下这个菜市场的黄牛肉的看看。那说句实在话，我觉得它不输澳洲和牛的好吧，它的这个筋啊分布的也挺好看的，比较均匀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明显，这两者肉的摸起来的感觉不一样，这个很软很 Q 的感觉，非常的短，而这个呢就比较偏硬、偏厚实的感觉。那生肉对比我们就到这边，接下来我们给它烹饪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切这一块和牛的牛腱子，看上去就比较松软的一个状态，比较嫩，中间的筋络非常明显，比较粗，胶质感很浓的样子，看到没有？非常好看的这个金钱腱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切一个这个黄牛肉的金钱腱，煮的时候呢缩水了很多，它这个筋络啊看上去也挺漂亮的，而且这个肉质啊摸上去是更紧实的感觉，不像刚刚那一块那么柔软。OK， 那这一次牛腱子就已经全部制作完毕了，看这两块肉的样子难分伯仲。还是按照国际惯例，请观众老爷们先品尝吧。OK， 那下面我来品尝一下。那我们先从国产这一片开始吃。首先这次炖的相当好，又没有非常柴，比较嫩。而且我觉得牛腱子这个部位吃起来真的很香，牛肉味道非常足。我个人对我这一次卤汁调的还是挺满意的，虽然不是专业的美食家，但也装成专业的样子，亲一下口。哎呀，这一口亲的有点大。再尝一块这个和牛做的。它的嫩度和汁水都有所提升，但是它牛肉的香味呢，有点差一个档次，嚼不出那种牛肉香。吃起来就会感觉啊，这个澳洲和牛的牛肉会更加细腻一点，没有那种一丝一丝很明显的感觉。而咱们这个菜场买的这个黄牛肉呢，就那种一丝一丝肉质，吃起来那种口感很明显。我个人感觉就这种口感的差距还是蛮大的。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牛肉的香味来说呢，咱们国产这个黄牛肉更牛逼，越嚼越香，像在吃牛肉干的感觉一样。但是它的口感还有汁水会比牛肉干好很多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这两块各有各的好处吧，一块比较香，一块呢比较嫩，比较多汁，看大家的选择了。
那我个人呢，我比较喜欢嫩的，还有多汁一点的。你看，真的非常嫩，轻轻一咬，这个澳洲和牛的肉就下来了。给大家再对比一下这个国产牛肉的这个咬合感，会需要花费点力气。这小小的牛腱子肉看起来分量不怎么样，吃了几块反而给我吃饱了。那今天试吃到这边先结束，把饮料喝完。吃完了，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，这两个牛腱子肉啊，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比较追求口感的话，像我一样的话呢，就选择澳洲的。那如果说不是特别追求口感的话呢，就可以选择这个普通黄牛肉的，吃起来呢味道也不错，而且价格呢会相对更加便宜一点。但是呢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和牛的牛腱子，最起码它这个口感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。OK， 那本期节目到这边先结束了。如果说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，请帮我多多点赞，多多支持我哟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